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，我是李阳。我是安娜，欢迎大家。安娜，今天你看起来很开心啊。对，因为今天我们要聊一个我特别喜欢的词。在开始之前，我想先提醒一下观众朋友们，今天的视频下面有免费的学习资料，里面有什么？有今天最重要的词、句子，还有一些小练习，你可以下载下来，自己慢慢看。好，现在我要说我的故事了。上个星期我坐出租车，司机师傅一直跟我聊天。下车的时候，他对我说：“小姑娘，今天真有缘。”哈哈，很正常啊。正常，李阳，我们只见了20分钟。我下车以后就在想，我们有什么缘？这个缘分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中国人这么爱说这个词？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。缘分这个词，英文里真的很难翻译。对，我查了很多次，有的说是 fate， 有的说是 destiny， 可是我觉得都不对。因为它不只是命运，它是中国人看人和人关系的一种方式。听起来有点难，对不对？有一点儿。不用怕，我们今天一步一步来。我们用几个真实的小故事，把缘分是什么演给你们看。看完以后，你一定会懂。那我们开始吧。好，第一个场景，出租车。我来当司机，安娜，你当乘客。好的。你好，去哪儿？你好，去火车站，谢谢。好，听你说话，你不是中国人吧？对，我是美国人，我在这儿学中文。嘿呦，你中文说得真好，来多久了？快3年了。2年就说这么好，不容易啊。我儿子也在美国，在洛杉矶读书。真的吗？我家离洛杉矶不远。哎，你看，这么巧，我们今天真有缘啊。哈哈，是呀，太巧了。好，到了，火车站。谢谢师傅。好，我们出来。安娜，你听到了吗？最后我说，我们今天真有缘。听到了，可是我们只是聊了几句话，他就说有缘，这个我不懂。我懂你的意思，在你们的文化里，遇到一个陌生人，聊得很开心，你们会说什么？我们会说 small world， 世界真小。对，小世界是说哇，好巧。缘分是说我们今天能见面，能聊天，这件事情背后好像有一个原因。哦，所以不只是巧，还有一种我们注定要见面的感觉。对，你说的太准了。还有一个词叫真有缘，两个人第一次见面，但是聊得很好，就可以说真有缘。那我可以对你说真有缘吗？当然可以，我们一起做节目就是很大的缘分。哈哈，好，说到这个，我想起一件糗事。你又有糗事，说说看。刚来中国的时候，有一次坐出租车，司机师傅也跟我说咱们真有缘。我那时候不懂缘是什么，我以为他在说圆。圆？圆圈的圆？对，我心里想，这个车是圆的吗？路是圆的吗？我还很认真地点头说，对对，很圆。哈哈哈，司机一定很懵。他看着我，半天没说话。后来我才知道是缘分的缘，我脸都红了。没事，这种错误特别可爱。好，第一个场景我们就到这儿。那接下来呢？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地方。缘分不只是和陌生人，也常常出现在朋友中间。比如朋友给你介绍对象。第二个场景，我和朋友吃饭，朋友想给我介绍一个女孩子。安娜，这次你来当我的朋友。好玩，我来。李阳，我跟你说，我有一个同事，人特别好。哦，怎么个好法？长得漂亮，工作也好，还喜欢做饭。我觉得你们俩很合适。哈哈，你又来了。我现在一个人挺好的。哎呀，见一面嘛。好，那就见一面。对嘛，要是你们有缘，说不定就成了。要是没缘呢？没缘就做朋友啊。缘分这种事儿急不来的。好，行，听你的。好，停。李阳，刚才我说了一句缘分这种事儿急不来的，这句话对吗？非常地道，你进步好快。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，中国人觉得缘分是不能强求的。强求？
这个词我不太懂。强求就是 force， 比如两个人没有感情，你非要他们在一起，这就是强求。中国人会说，不要强求，随缘吧。随缘，我也常常听到这个词。对，随缘就是我做我该做的事，剩下的就交给缘分。该来的会来，不该来的求也求不到。哇，这个想法我喜欢，有一点放松，有一点平静。对，很多中国人遇到压力大的事，会跟自己说随缘，心里就舒服多了。说到介绍对象，我也有一个故事，不过有点丢人。来吧。我有一个中国朋友，特别想给我介绍男朋友。他问我，你喜欢什么类型的？我不懂类型是什么，我以为他问我喜欢什么血型。血型？对，我很认真地说，我喜欢 O 型。他一定愣住了。他看着我说，我问的是高的、矮的、胖的、瘦的。我才知道我说错了。我们笑了好久。太好笑了。不过你看，这也是一种缘分。你们因为这个笑话关系更好了。对哦。好，下一个场景是什么？下一个，我们出国看看。安娜，你在国外有没有遇到过中国人，然后一下子变得很亲近？有，经常有。好，第三个场景，在国外的一家小餐馆，两个中国人遇到了。我当老板，你当客人，但是这次你也是中国人，好不好？好，我试试。老板，这个菜是辣的吗？有一点辣。哎，听你口音，你是北方人吧？对呀，我是北京的。您呢？我也是北方人，天津的。怎么老乡啊？真的，在这么远的地方遇到老乡，太不容易了。是啊，这就是缘分。来，这盘菜我请你，老乡见老乡。哎呀，那怎么好意思？没事儿，没事儿，能在这见面就是缘分。吃吧，吃吧。谢谢老板，下次我请您。好，停。安娜，这个场景里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词，叫老乡。老乡，我知道一点，是同一个地方来的人。对，从同一个城市或者同一个省来的人，互相就叫老乡。那为什么遇到老乡，大家这么高兴？你想，离家很远，一个人在外面，突然遇到一个跟你说一样口音的、吃一样东西的人，是不是一下子就觉得很亲？懂了，就像在外国突然听到有人说你家乡的话。对，中国人会说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，意思是太激动了，眼泪都要出来了。两眼泪汪汪，这个说法好可爱。这也是一种缘分，在那么大的世界，你们偏偏遇上了。说到老乡，我闹过一个笑话。我就知道，说吧。有一次在德国，我遇到一个中国阿姨，她很高兴地问我，你是哪里人？我想说我从美国来，结果太紧张，说成了我是哪里人。你把问题又还给他了。对，阿姨愣了一下，说我问你呢。我们俩站在那儿，你是哪里人？不，你是哪里人？说了3、4次，旁边的人都笑了。太逗了。不过你看，这个阿姨记住你了吧？记住了，后来我们还成了朋友。你看，又是缘分。好，我们再往深一点走。好，我们前面说的都是遇到，但是缘分还有一面是关于分开和再见面。哦，这个我很好奇。第5个场景，两个老朋友很多年没见，突然在路上遇到了。安娜，你当我的老学生。好，哎，李阳，是你吗？哎呀，真的是你，我们多少年没见了？至少10年了吧，你一点都没变。你也是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搬到这个城市了，就住在旁边。这么巧，我也住这儿，咱们这是什么缘分啊？就是说10年没见，居然在这条小路上遇到。走，旁边有个咖啡店，咱们坐坐，好好聊聊。好啊，好啊，我请你。好，停。安娜，刚才我说咱们这是什么缘分啊？你感觉到了吗？这里的缘分和前面有点不一样。好像更深了一点，
因为我们以前就认识。对，这种叫有缘再见。两个人分开很久，本来可能一辈子不会再见，结果又遇到了。中国人就觉得这一定是缘分。所以缘分也可以是老朋友又见面。对，还有一句话特别美，叫有缘千里来相会。千里是很远的意思。对，1000里很远很远，意思是只要有缘分，再远的两个人也会见面。哇哦，这句话有一点浪漫。是吧？所以中国人分别的时候，常常说一句有缘再见。有缘再见，不是再见，是有缘再见。对，意思是如果我们有缘分，以后还会见面的。听起来是不是很温暖？很温暖，比 goodbye 多了一点希望。说得真好。安娜，这个场景你有故事吗？有，其实有一点感动。我刚到中国的时候，认识了一个语言交换的朋友，后来我回国了，我们就慢慢没有联系了。然后呢3年以后，我又来中国。有一天，在一个书店，我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，我一回头，就是他。哇，我们俩都哭了。他抱着我说：“咱们真是有缘。”那一刻，我突然就懂了这个词。你看，有时候不用查字典，一个真实的时刻就让你懂了。对，最神奇的是，那家书店我本来不想进去的，我那天累了，只是想坐一会儿。结果一进去就遇到了他。对，所以我现在相信，有些相遇真的说不清为什么，它就是发生了。这就是缘分最特别的地方，它不讲道理，但是它让人心里很暖。那一次我永远忘不了。好，那我们说最后一个场景。这个场景有一点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前面我们说的缘分都是好的，但是缘分也有结束的时候。缘分会结束吗？会。最后一个场景，两个朋友关系慢慢变淡了。我们演一段，安娜，你来劝我。好，我看你最近不太开心，怎么了？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，我们以前天天聊天，现在他都不理我了。你们吵架了吗？没有，就是慢慢的话越来越少了。有时候是这样的，人和人之间缘分有时候会淡。我心里很难受。我懂，但是你也别太难过，缘分到了就好好珍惜，缘分淡了也不要强求。你说的对，也许我们这段缘分就到这儿了。对，谢谢他陪过你那段路就够了。谢谢你，安娜，好多了。好，停，安娜，你刚才说了一句话特别好，缘分到了就好好珍惜，缘分淡了也不要强求。我是跟你学的，学得真快。这里有2个说法，大家记一下，一个是缘分到了，一个是缘分尽了。缘分尽了是什么意思啊？尽就是 over， 结束，没有了。缘分尽了，就是说我们的缘分到头了，结束了。听起来有一点难过。是有一点儿，但是你发现没有，中国人用缘分这个词儿，连分开都说得很温柔。对哦，不是你不喜欢我了，而是我们缘分尽了。对，他不怪谁，也不怪自己。他说这是缘分的事儿，我们都不用难过太久。这个想法真的可以让人心里好受一点。是啊，安娜，最后这个场景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有，我以前一直觉得朋友不联系了，一定是我做错了什么。很多人都这样想。但是学了缘分以后，我慢慢明白，有的人就是陪你走一段路，这段路走完了，没关系。我开始学着说随缘，心里轻松多了。这就是这个词儿最美的地方，它不只是一个词儿，它是一种看世界的方式。我现在真的爱上这个词了。那我们来个快问快答，复习一下今天的内容，好不好？好，来吧。第一个，2个陌生人第一次见面，聊得很开心，可以说什么？真有缘。对。第二个，缘分不能强求，那中国人会劝你怎么做？不要强求，随缘吧。太好了。第三个，在很远的地方遇到同一个家乡的人叫什么？老乡，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。
满分。第4个，和老朋友分开的时候说一句温暖的话。有缘再见，最后一个，两个人关系结束了，温柔的说法是缘分尽了。完美。大家都记住了吗？李阳，我发现一件事儿，今天这些故事，从陌生人到朋友，到老乡，到投缘的新朋友，到重逢，再到分开，你发现了吗？缘分其实就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里面。他说的不只是命运，而是中国人怎么看人和人的相遇、相处，还有再见。说得太好了，遇到了就珍惜，分开了也不强求，这就是缘分。好了，现在轮到你们了。对，告诉我们，你有没有过一次真有缘的经历？是在路上还是在国外遇到了一个特别的人？写在下面，我们真的想听你的故事。还有，别忘了打下今天的免费资料，里面有所有的词和句子。如果今天的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记得点赞订阅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下一期。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也是一种缘分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有缘下期再见。